中俄走到一起完全是被美国逼的。那么在秘密战线上，中俄会不会采取联合行动来狠狠地收拾中情局？这个问题啊，就足够让中情局睡不着觉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，最大的任务是阻止中国统一台湾。美国政府最近的言行向全世界表示，似乎他铁了心要阻止中国的统一。其中啊，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着最穷凶极恶的角色。拜登曾经表示啊，从阿富汗撤军的主要用意之一是把力量抽调出来，集中到中国方向，全力对付中国。从中央情报局中国任务中心的成立来看，拜登呢并不是说说而已啊，至少在隐蔽战线已经是落到实处了。这也意味着今后我们可能要用更大的精力来与中央情报局过招。最近一些年来啊，我们所遇到的很多的事态，比如新疆的暴恐事件、香港的反华暴乱、西藏314事件等等，背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。至于对中国党政军的窃密和策反活动，对文化界、科学界的渗透活动，中央情报局更是异常勤快，从来没有偷过懒。这还是在中情局没有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的情况下了。既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问题，那么中国任务中心在成立之初把台湾当作首要问题，这是不让人们意外的。所谓中国任务中心成立之后，中情局必然会投入更大的力量对中国大陆进行刺探和破坏。那么美国中情局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搞乱一个国家？如果他全力以赴的话，到底有多大的破坏威力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。美国有大大小小的16个情报机构，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方向是人力情报，主要范围是在美国本土以外从事间谍的人的活动，也就是通过派遣间谍或建立间谍网来搜集情报或者实施颠覆。那卫星侦察、电子监听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是由其他部门来负责的。那么中情局的人力情报搞得怎么样呢？4个字，不堪入目。最新鲜的例子就是阿富汗，这个山地穷国算是中情局如鱼得水的战场吧。政府、军队、警察完全受美国控制，军阀混战，全国乱糟糟，正好可以浑水摸鱼啊。然而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，中情局非但没有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，自身还陷入了贩毒、贪污、洗钱的泥坑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撤走。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的诺曼·罗尔一度负责伊朗方向，他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，人们再也不相信美国能够阻止大陆统一台湾了。如果在阿富汗都搞不赢，在其他国家能行吗？这话很实在啊。西藏、新疆、香港这些事件当中，虽然中央情报局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，但最后我们中国政府、中国人民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平息了事态，解决了问题。中情局的手段也暴露的差不多了，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，优势和时间都在大陆一边，而且中情局如今的情报工作的水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。大陆打算用什么战略战术来统一台湾，一直是美国情报界、军界绞尽脑汁要去刺探的情报。就在所谓中国任务中心成立之后的一次研讨会上，前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马克·凯尔顿就表示，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采用了一种缓慢的接管战术，超出常规战争的范围，而不是会刺激西方的大规模的正规战。他认为中国大陆也会用同类的模式统一台湾。这就是中情局高管的业务水平。一个情报机构为了实施颠覆任务，在其他国家散布谣言，这并不让人奇怪，但是在自己所属部门的高级讨论会上信口雌黄，那就很难理解了。克里米亚的情况与台湾是截然不同啊。克里米亚是通过地方议会表决之后主动从乌克兰脱离，加入俄罗斯的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方向一共只投入了8000人的部队，基本上是和平接管了这个半岛。台湾呢，从来没有属于任何一个外国，台湾立法会恐怕也没有那个觉悟通过投票回归祖国。解放军如果发起渡海攻坚，台湾军队肯定会进行一段时间的顽抗，不大可能像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守军那样轻易的被解除武装
不过有一件事儿，中情局可能猜对了，那就是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，中国大陆一定是得道多助的一方。中情局和美国上层目前正在担心，俄罗斯会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对大陆给予大力支持。这其实呢也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大陆从俄罗斯进口了相当多的武器装备，那都是为了收复台湾而准备的。现在每天前往台湾周边空域活动的解放军的战机，很多依然有着苏联、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血统，包括电子战飞机、反潜机、战斗机等等。中俄走到一起，完全是被美国逼的。那么在秘密战线上，中俄会不会采取联合行动来狠狠地收拾中情局？这个问题啊，就足够让中情局睡不着觉了。